前面有很多高楼大厦的地方，就是阿布扎比的市中心了。现在是沿着海岸线一直开，在海岸线旁边种了很多绿植啊。大家看到海对面的沙漠了吗？一个个黄色的沙丘，那边就是沙漠了。然后对面呢就是皇宫酒店，8星级的皇宫酒店。我是那个着装不行，他说短裤是不行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换一下裤子，换成长裤。哇，这进来就像是个园林一样。大家要知道，这可是沙漠哦。感觉走错路了，兜了一大圈又兜出来了。前面这几栋楼呢，就是拍摄《速度与激情7》的地方。《速度与激情7》的时候，他不是开着那个车，保罗开着那个车从那个楼那里飞下来吗？就是那里，应该是这一边吧，就在这儿。他们说这几座大楼就像是我们的手指，叫做五指大楼，像吗？五指大楼。前面就是皇宫了。这个酋长皇宫酒店呢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家8星级的酒店。至于里面有多好，我估计我也不用怎么去解释了，反正就是全部用了40多吨的黄金，打造了50多亿的美元。毕竟这里是阿联酋最有钱的地方，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到里面去看一下吧。毕竟我们已经看了太多这样子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了。这整个酋长皇宫呢，都是按照宫殿的要求去打造的，所以说它看起来就是国王所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宫殿。这边还有这些园林，什么都有。然后这边呢，是我在阿联酋看到有最多花的地方，路边有很多花，然后下面也种了有鸡蛋花。在这边沙漠里面要种那么多绿植，那么多的花，那么多的草坪，花了很多很多钱。墙上的时钟劳力士，这里就是大堂的内部了，依然是金碧辉煌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全是4K 的纯金。这里就是正中央的大厅了，金碧辉煌。这里到处都是金黄色，你看，就连这个烟灰缸这里都是镀金的，纯镀金。天哪，所有的地方都是金黄。虽然这个皇宫酒店是最多人来参观的，但是最多人来拍照的地方呢，却是这个酒店门前的这个台阶这里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里是《速度与激情7》同款的取景地，就是这里取景的。他们当时是主角从这个楼梯下走下去的，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来到这个门口的楼梯这里拍照。当我们走进阿布扎比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处都种满了绿植，并且很多地方参观它是不收费的。那这个呢就是阿布扎比。阿布扎比它同时又十分的低调，阿联酋所有的光芒都让给了迪拜，但是这里才是阿联酋的首都，这里才是国王所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我在这边都没怎么介绍，因为实在是有点审美疲劳了，看的黄金看的太多了，一到里面就被亮瞎眼。阿布扎比皇宫酒店是世界上唯一的8星级酒店，这是一座从沙漠中拔地而起的奇迹。走进这个黄金和大理石堆成的宏伟宫殿，你会以为来到了1001夜中的阿拉伯皇宫。尽管阿布扎比这里大部分都是沙漠，但是在市区却是绿意盎然，绿树、公园、海风还有高楼，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座花园城市。好了，现在离开皇宫酒店。在阿布扎比这边停车真的太麻烦了，因为他们不收纸币，那个机器呢，它只能吞这个硬币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身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硬币，然后我就去旁边的超市，用10块钱的纸币还有5块钱的纸币买1块钱的饼干，然后买了，然后又进去再买。本来我是用纸币去跟他换的，但是他不给换，他们要用这个零钱，所以就只能去买东西这样子的形式跟他找零了。我这里的硬币真的是来之不易，1块钱买的饼干，1块钱买的饼干，那么大一包才1块钱。那现在就拿着我的这个金币，哦不对，硬币去缴这个停车费，也告诉大家这边缴停车费是怎么缴的。然后先记一下我的车牌是第18组，然后37170的，这个就是待会要输的数字。
像马路边这个机器呢，就是可以买停车票的，按一下开机键，英语，它这显示了2迪拉姆1个小时，15迪拉姆1天，选择标准的，然后这里选择阿布达比，选择 private。刚刚我那个不是18组嘛，就选18，然后我的车牌号是37170，输完车牌号再选这个，然后就可以给钱了。然后我刚好有15个硬币，就选这个吧，24小时，然后就可以不停的塞硬币了，在这里面。其实我只需要12个小时，但是它没有12个小时的选择，只有7个小时或者24个小时，所以呢没办法，就买了24个小时的票，然后把这个停车票夹在这里，这是我之前买的1个小时的，已经过了，再夹在这里，不要被风吹走了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，然后去逃票，因为有便衣警察在这周围的，他看到你没有买这个票的话，他会过来抓你的，抓了的话呢，你就要给很多的罚款了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着准确的时间给这个停车票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那现在呢，我是准备把车开回迪拜去还车的。那昨晚呢，我是待在我朋友那里，但是我朋友不太希望就是出现在镜头里边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拍摄这个过程了。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，我这辆车租贵了，在这边租这种车的话呢，只要70迪拉姆，也就大概140人民币1天，含有全险的。所以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在机场那里租车了啊，因为那里的价格是外边所有价格的2倍以上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迪拜或者来到阿布扎比租车，如果你不嫌麻烦，那就不要在机场那里租了，直接到外边用地图一搜 Car Rental， 你就可以找到其他的租车公司，然后就可以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现在准备返回我提车的地方迪拜机场，但是我发现我找不到那个地方了，就取车的那个地点我不知道在哪儿。因为他是在机场那里取了车之后，我就直接离开了嘛，就没有标记一下他那个地点是位于哪里。所以如果以后大家租车的时候，离开的时候一定要在地图上面标一下点，就你是在哪里提的车，因为你还是要还回到那里去嘛。标注了之后你再离开。像我这样子没有标注的话，我就不知道导航哪个地方了，所以只能够导航到机场那个停车场，也要再去找。阿布扎比的城市道路里边呢，它的限速大多数都是80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油门表，不对，大家要看好这个速度表，千万不要把它给踩过了，就很容易就超过80的。车会比较少，然后地方很空旷，你一不留神的话呢，油门踩快了就超过80了。不像在迪拜有一些室内的道路，它可以限速100。这里有个服务区，进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。我还车的时候要加满油。我在想要不要在这里加呢，但是还有挺远的，还有80多公里，我还是到前面的服务区再加吧。这个老鹰它是加油站，他们这边加油好像有3种规格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也是跟我们92、95、98一样的。这边很多停车的地方都是不允许过夜的，比如说那些地下停车场或者地面的那些地方，它有的只给那些居民，就当地居住的居民才可以停。他们这边服务区还提供这个打轮胎的气，打气的东西，这样子的工具。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打气呢？就充气泵，刚才写的充气泵。我过来看一下它这个是怎么用的。它这个，它是直接设定胎压，然后你直接打气。打完之后到了额定的胎压它就会响，然后就可以取出来。它没有塞纸币的地方，也没有硬币塞硬币的地方，所以应该是免费的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打气的一个装置啊，还挺方便的。就是有的人他的车子如果在高速路上没有气了，就可以在这里打气。或者有的人他要跑沙漠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轮胎给放气了，然后跑到这个高速服务区，然后再把那轮胎给充气。所以说对于他们这边沙漠地区还是挺方便的，就是对于那些越野车从沙漠越野回来的时候就很有用了。我觉得在国外开车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很懂得礼让，就是不着急吧，可能是因为地广人稀，就遇到行人他们会停下来让，然后到了岔路口呢，他们也要把车停下来让这个车先走，
走完了自己才出来，这样